不管你是用苹果还是安卓哈，很多人他嫌系统自带的那个输入法也不好用，就喜欢去下载那些第三方的输入法，什么狗、什么度、花里胡哨的皮肤，是不是？还可以发表情包。安装的时候啊，它就会弹出一个提示哈，问你是不是允许完全访问，那么你就嫌麻烦，直接点了个允许。就在你点下允许的那一秒，你在那个手机上面所有的秘密对他来说都是单向透明的了哈。你以为你只是打字对不对？错了，你在任何软件里面打的字他都可以看到。你晚上睡不着觉啊，打开浏览器偷偷搜了一下，脱发严重怎么办？你在便签里面记下了你们家大门的智能锁密码，你在买票的时候输入了你老婆的身份证号码，你甚至在跟朋友聊天问他借200块钱应急的时候啊，哪怕这句话你打都没打出去，你打出来了又把它删了，根本就没有发出去，输入法依然把它记录下来了哈。你说那他怎么赚钱呢？他就拿着你打出来的这些高频词，脱发、缺钱、颈椎痛，瞬间打包，同步给他背后的母公司，然后就分发给全网的广告联盟。这个时候你打开一个看新闻的 APP， 或者说看短视频的那种 APP 哈，脱发广告、网贷广告、按摩仪广告直接就可以甩到你的脸上。你说这个是不是偷听啊？不需要偷听，这叫你在互联网上每走一步都是在自己给自己贴标签。还没有完哦，那个只是开胃菜。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哈，另外一个东西嘛，另外一个权限就是存储权限。存储权限呢，就比如说哈，你为了看过小说，下载了一个免费的阅读 APP， 或者说为了把照片给它拼到一起啊，就下了一个修图的软件嘛。你打开它就说啊，问你要权限，为了存图片呢，要允许访问相册还有文件。你觉得很合理呀？不给权限它怎么存图嘛？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哈，访问存储它这个权限呢，在系统里面它是个一刀切的通行证哟。它不仅可以往里面存东西，它还可以随意翻看你在里面所有的东西。很多流氓软件拿到存储权限之后，在后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疯狂的扫描你的相册。你以为他在看你的自拍照啊？他才懒得看你长什么样。其实他在找什么？他在找带文字的截图。你想一下嘛，你相册里面有多少截图？有什么截图？快递单、账单、挂号单甚至别人发给你需要保密的那些聊天记录。现在的软件它带有一种技术叫做 OCR 光学字符识别，它在后台可以悄悄的把你截图里面的文字全部抠出来，变成文本，再传到它的服务器上面去。不仅如此哈，每一张你用手机拍的照片里面都带有一种东西叫做 EXIF 数据，哪怕你拍的是一朵花、一朵狗、一只狗，这张照片它的底层数据里面都清清楚楚的写着哈，这张照片是哪年哪月哪日几点几分在哪个经纬度拍的，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手机，开了多少曝光，全部知道。只要你相册里面有照片，这个修图软件它根本就不需要向你申请那些定位的权限它只需要把你的照片里的那个时间地点给你拉个表格它就可以精准的画出你老家在哪里，平时在哪里上班，周末喜欢去哪个商场，你甚至半夜去哪里消了费，全部裸奔，清清楚楚，完全合法，因为是你自己点的允许到这里你可能就会说没关系我平时很注意不用这些软件的时候，我都会从后台把它们给划掉杀进程。朋友你太小看了呀，你以为你在后台往上面一滑它就死了？它那是假死。在安卓生态里面，甚至现在的部分电脑系统里面，它有一个不要脸的行规叫链式唤醒，或者是叫饱和机制。什么意思？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就是说一帮流氓软件嘛，他们在私下就成立了一个黑帮联盟。你手机里面可能装了五六个大厂的软件，有聊天的，有买东西的，有看视频的，有叫外卖的，有听歌的
你确实是把那个买东西的软件给划掉了哈。但是，当你收到一条朋友发来的消息的时候，你打开聊天软件的那一瞬间，聊天软件它就在后台悄悄地踢了一脚那个买东西的软件，跟他说：“哎，兄弟，他上线了，赶紧醒。”买东西的软件他醒了哈，又顺手拉了一把叫外卖的软件，叫外卖的软件他一睁眼睛，把听歌的软件也叫起来了。啊！就在你回复下一条消息3秒钟之内哈，你手机的后台就有10几个软件同时被唤醒了，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向外面发送你的数据啊、定位、电量还有使用习惯。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的手机买回来第1年的时候，丝滑顺滑的不得了哈。第1年啊，哪怕你什么都没有开，那个手机也会发烫，电池啊一天充3次，打开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游戏啊都非常的卡。其实不是你的手机硬件老化了哈，是那些流氓软件在后台在你手机里面互相的拉 K， 把你的 CPU 和内存吃得干干净净。唉，最恶心的是哈，你还要谢谢他们咯，你还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给你提供了免费的服务呀。其实以前我一直没有想清楚一件事情，你说嘛，一个做天气预报的 APP， 它凭什么值几个亿？开发成本几10万顶天了哈，天天免费给大家报天气，他是做慈善的吗？后来我才明白哈，互联网最残酷的真相是什么？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为一个产品付钱，那么你本人就是那个被卖掉的产品啊。来看一下你数据是怎么被卖掉的哈，这个过程叫做 RTB 实时竞价。当你每天早上坐在马桶上面掏出手机的时候，打开一个新闻 APP 的瞬间，你的屏幕它可能会有1秒钟的空白，对不对？那个是广告还没有加载出来，就在这个短短的1秒钟时间里面，互联网的地下世界就发生了一场看不见的拍卖。新闻 APP 就像一个巨大的广告交易中心，大声的喊：来来来，大家看过来，这里有个男的，32岁，刚刚连上他家里的 WiFi， 昨天晚上还在某宝收过男装啊，经常问一些跟脱发相关的问题，刚刚发了工资啊，目前正在哪个城市啊，某某某某附近啊，谁要买他的数据？下面就一堆广告机器人啊，在1毫秒内就开始疯狂的出价，执法机构出2毛钱，男装出价3毛钱，信用卡中心出价5毛钱，好，成交，卖给信用卡中心。随后你的屏幕上就会刷出来一条极其精美的信用卡办卡广告，还有一句文案哟：30岁男人的底气就从这张卡开始。一整套交易竞价成交下发广告的过程只需要 0.1 秒，在这 0.1 秒时间里面，你这个人就被脱光了衣服，就像商品一样放在橱窗里面，被一群机器人上下左右的看，还有估价，最后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而你还傻乎乎的盯着屏幕说：“哎呀，这个广告拍的还挺好看的。”嘿，你以为数据卖给广告厂商就完了哟？太天真了哈！广告商卖至少还是真金做生意的，你的数据一旦进入那个黑暗的交易池，它就不受控制啦。你以为那些诈骗团伙他是为什么能够精准的叫出你的名字？因为这些数据早就被打包成按斤卖的白菜价了，在暗网上面一个包含你真实姓名、电话、家庭住址、购物记录的全维度数据包，可能只要人民币1毛钱就1毛钱。你为了在一个免费的解压软件里面少看几秒钟的广告，就点了个允许访问，换来的是什么？是你父母接到的诈骗电话，是你永远清理不完的垃圾短信，是你在别人眼里面就变成了一组透明的代码。这就是合法的抢劫呀！没有人黑进你的电脑，也没有人拿枪指着你的头是你自己在一长串几万个字体小到看不清，甚至故意用黑色字体写的用户隐私协议的下面亲手打了个勾，按下了我同意。好了，这个就是你现在的处境了那骂呀骂完了，气也生够了，生活还得继续微信还得用，淘宝还得逛，我们总不能说把手机给扔了砸了，回到深山老林去当个野人，对不对？所以这期视频呢，我就不教你怎么一步步的点鼠标了那个太啰嗦了，浪费大家时间。那么我就只说3招。如果你听懂了前面我说的那些逻辑，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流氓软件，不管是它伪装的多好，它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个就是他必须得把你的数据发送出去。他收集了你1万张照片，偷听了你1万句话，只要他没有网啊，只要他没有传到服务器上面，他就飞了。那我就给你先说第一个嘛，叫做 DNS 拦截，通常是用NextDNS 或者说那个 AdGuard 来实现的哈。很多人他听说过去广告软件，以为就是把你屏幕上面那些弹窗给挡住，那个是最低级的玩法哈，治标不治本。真正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是在网络的大门口直接整一个比较那种死心眼的保镖啊！我给你来描绘一个场景嘛啊，假如说哈，就是说在夜里凌晨3点钟，你睡着了，你的手机就放在床头充电，这个时候你白天下载的那个所谓的免费手电筒 APP 或者什么清理大师哈，他就悄悄的在后台醒了，他把你今天去了哪里，连了什么 WiFi， 复制了什么密码，全部打包成了一个小包裹，然后他向你的手机系统申请，我要联网，我要把这个东西啊寄给一个叫做广告联盟追踪数据中心的地址。如果是以前的话，你的手机它就像个傻子一样的直接开门放行了。但是现在，因为你装了 DNS 拦截，这个保镖啊，他就站在大门口，他拿过地址一看，黑名单啊，对不起，此路不通，然后就直接把网络掐断了，并且骗那个软件说没网了啊，发送失败。那个流氓软件他急了呀，他以为是你家里断网了，所以他就开始疯狂的重试，1秒钟重试1次，1分钟重试60次。他在你的手机后台疯狂的撞墙，撞得头破血流，但就是连不上1丝1毫的网络，一滴数据都传不出去，最后他只能被活活憋死在你手机的内存里面哈。第二天早上哈，你就醒过来了，你打开这个保镖软件的后台日志，看嘛，查岗啊，你在那个密密麻麻的拦截记录上面就会看到哈，在昨天晚上你睡觉的8个小时里面，那个你以为没有什么害处的 APP， 它就向外面发送你的数据啊，被拦截了35000次，你的定位被拦截了18000次，屏幕上面满满当当的都是红色的拦截哈，在那一刻你才知道，原来你的手机在晚上是多么的热闹，简直就像鬼上身。懂了没有？这个就是第一招的逻辑，不跟你废话，不跟你讲道理，直接从网络的底层对流氓软件进行物理的断流。但是啊，我也知道你们的痛点哈，你们肯定会问了说，这些软件呢，我明明知道它是流氓了，但是我还必须得用啊。比如说每天上班打卡办公的软件比如说只有那一个 APP 可以点某家的外卖又比如说学校群、工作群还必须用某个聊天工具。这些软件呢，它不仅流氓，而且极其霸道哟。如果你不给它读取相册的权限，它直接闪退用都不给你用。如果你不给它定位的权限呢，它就卡在首页甩脸色给你看嘛。遇到这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巨型流氓怎么办？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个了哈，第二招，沙盒给你。在电脑上面它叫做 Windows 沙盒，在安卓手机上它是链妖符，它叫做链妖符。反正不管叫什么哈，它的核心底层逻辑就是2个字，给你。什么叫给你？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嘛，你就像是在看一部科幻片《楚门的世界》。既然这个流氓软件他非要进我家非要看我的相册，还非要翻我的通讯录，好，我不拦你，我直接在手机或者电脑上面给你1比1的复制一个假的世界。在这个假的世界里面，他要相册没有问题，我就给你塞100张从网上面随便下载出来的风景图来当相册。他要通讯录可以我就给他捏造10个叫做张三李四的假联系人。他要定位非常的好，我直接用虚拟定位把它定到太平洋正中心的那个什么最深的海沟里面去，然后我把这个流氓软件就像扔垃圾一样直接扔进这个假的世界里面去。这个流氓软件他高兴了，高兴坏了呀，他以为他终于打入了你的内部，就开始疯狂的读取你的相册，疯狂的窃取通讯录，疯狂的在你这个假的世界里面每一次点击都给你记录下来他还顺着那根链式唤醒的麻绳，想把其他的同伙都给叫醒。他在里面作威作福呀，以为自己掌控了整个世界，但他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真实相册、你的真实密码、你的真实聊天记录，全部都锁在另一个地方。给你的假世界和你的真实世界有一道无法逾越的墙，哪怕他在里面磕头求你他也碰不到你真实世界的一根毫毛
当你不需要的时候，直接就在手机上面点一下一键冻结，在电脑上面点一下沙盒上面的那个叉叉，那个流氓软件还有它一同产生的几百个垃圾文件串给来的注册表，偷偷拉起来10几个后台进程，在这1毫秒之中灰飞烟灭，连个渣渣都不剩。你的内存瞬间就被清空了哈，系统依然像刚买回来的第一天那么纯净，它就像做了一场梦。等到你明天早上上班的时候，需要的时候，你再把它给放出来，它又要重新面对一个一无所有的假世界。不要跟流氓软件流氓讲数值，流氓他只听得懂物理给你，懂了没有？最后一个嘛，那个就是开源替代了，加入开源社区的阵营嘛。我经常看到很多人那个电脑是越用越卡，怎么解决呢？就去跑去下载一个什么某某某什么什么什么管家，又或者说什么什么清理大师。朋友啊，你这是在给你的羊圈里面进了狼的时候，又去请了一头老虎来当保安呀！这些软件管家他本身就是系统里面最大的流氓，他们疯狂的弹窗，疯狂的诱导你安装他们全家桶其他的垃圾。还有视频播放器你只是想在电脑上面看个本地电影吗？你下载了某个播放器，结果启动等5秒钟右下角还给你弹低俗广告，时不时还给你推送2条莫名其妙的娱乐新闻。我就看过本地 MP4， 你给我推什么新闻嘛？是不是有病了？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一群看不惯这种恶心商业模式的人，他们就是散落在全球各地的程序员大牛。他们不仅骂还自己动手写代码。这个就是开源软件 FOSS。开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软件它有它的底层代码，就像一本摊开的书一样放在网上让全球的放在网上让所有人看。这个就好比一家饭店的厨房四面都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厨师在里面切什么菜放什么油，有没有往里面吐口水，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懂行的人天天都在那里盯着看。你要是敢在这个开源软件里面加上一句偷偷上传用户隐私的代码，10分钟之内，哪怕你藏得再深也会被找出来然后截图发到网上让你身败名裂。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开源软件是这个世界上最干净的东西。他们大多数界面简洁，没有乱七八糟的弹窗，没有强制的登录的二维码你点开它，它就做它该做的事情；你关掉它，它就安安静静的死透了，绝对不在后台烦你你想看视频没有广告对吧？把官方的那个 APP 给它卸了，去用开源的，没有人可以追踪你看过什么。你想把手机里的照片传到电脑上面去用开源的，只要在同一个 WiFi 下面，速度快得飞起，连网线都不用走，更不用说什么经过什么服务器了你想找个记事本写日记，也去用开源的，你的数据只属于你谁都破解不了。我不是让你一天之内就把这些所有习惯改掉但是我希望呢，从今天看到这个视频开始，每一次你想下载软件的时候这个脑壳里面都要有一个念头，去网上搜一下，看有没有免费开源的那种替代品。一旦你用习惯了这种干净透明的不把你当韭菜割的软件，你再回头看一下那些流氓软件，你就会觉得恶心，生理上的恶心。好了，这期视频呢，你能够坚持看到这里，首先呢，我要敬你一杯，一口。在这个浮躁的短视频时代你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听我在这里啰嗦，那说明你已经不再想当任人宰割的数据肉鸡了那么经常有人呢在网上就跟我抬杠说，哎呀，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卡里又没有钱，我长得又不好看，拿我的隐私就拿嘛，我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觉得特别的可悲。我告诉你隐私它从来就不是关于什么隐藏你的丑闻的，隐私它是关于掌控你人生的。当他们知道你每天几点钟焦虑，什么时候最缺钱，什么样的话术最能够刺痛你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利用算法精准的进行那种诱导的消费精准的挑拨你的情绪。他们可以让你买你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借你根本就还不上的钱。你每天在手机屏幕上面这样滑来滑去，每次点击都是被他们精心设计和计算好了的。他们不关心你的死活哟，他们关心的是你这个产品，你这个数据标签今天在广告市场上面又能够卖几毛钱。
就像我前面说的呀，今天不会在这个视频里面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去配那些软件哈，因为只要你稍微花点时间去问一下大模型，即便是个小白啊，最多在10分钟内，它也能够配置好。帮我点个赞，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啊！